灿烂的烟花把你消失在空荡夜里，那曾温暖的爱为时间消失而叹息，旋转的挣扎着的你，终于看到幸福的光亮，夜色中依然闪烁，照着我，牵我双手，从遇见之初到与陌相รู้，转眼消失不见，一切已如云烟。从今后，也只为了梦想的未来，洗尽铅华的你，看起来更加美丽。灿烂的烟花把你消失在空荡夜里，那曾温暖的爱为时间消失而叹息，旋转的挣扎着的你，终于看到自由的光亮，夜色中依然闪烁，照着我，牵我双手。快尝尝啊！你怎么了？我有点想我妈妈。昨天晚上梦到她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浮萍一样，没有依靠的在这个世上飘着。你别胡思乱想啊！哎，我一会儿教你做饭团吧，很有意思的。姐姐，如果我想一直住在这儿，你会同意吗？你又在说小孩子的话了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姐姐，从我回国之后，我爸爸就一通电话没给我打过，连一个关心的微信都没给我发过。我会努力去找工作的，房租、水电费我都会交的，我也可以帮你照顾心怡。你千万别赶我走，别嫌弃我。你是我的妹妹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这里当然可以让你住，但毕竟不是你的家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将来组建什么样的家庭，过什么样的生活。组建家庭，我可以吗？当然啊，只要找到一个你爱他，他也爱你的男人，一起好好去经营，生活会慢慢变好的。什么？居然跟你说想一直住下去？你这个妹妹也太没分寸了吧！别这么说，她在国内没什么熟人，只能依靠我了。等她找到工作，应该就能独立一些，给她点时间嘛。哎呀，安，她只是你一个多年没见的妹妹，她已经成年了，已经不是你记忆里那个孩子了。你以为国外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能有多单纯呀？就你这个妹妹，恋爱可能都谈了无数次了。谈恋爱谈得多，并不代表不单纯，当然了，也不代表成熟。真正的成熟是能独立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生活，显然她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啊，她就是小孩子心智。小孩的心智才可怕呢，任性妄为，做事不顾后果。你别看了，我说你每次来就爱看这些汽车杂志，我估计你都会背了吧？难道想重新出来工作呀？对了，你还是要看管好你这个妹妹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这人就这样，宁可错杀1万，不能放过1个。我不想防备自己的家人，再说了，被你错杀那1万个人多可怜呀！我哥这么帅，你不小心点儿？
我觉得你是该考虑一下重新出来工作的事儿啦。大家快来看！你们看不看今天的财经杂志？噔噔噔噔！哇！哎，封面更帅，帅炸了！看到没？任一鸣时尚生活主张：健康有型的身材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。哎呦，厉害！这一眼看过去啊，还以为是哪玩膜呢。就是啊。别那么夸张，纯粹为了公司宣传。那这宣传力度也太大了吧！任经理，回家赶紧裱起来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热闹。我们组今天正好有一个新品发布会的预案，想邀请大家过来听听，给我们提意见。可以啊。封面不错，确实应该裱起来。我刚上杂志的时候也是那么做的，后来次数多了，就懒得弄了。你看我哥都上封面了，你就不心动？你就甘心一直做全职妈妈？当年你也是销售明星啊，那些汽车杂志的封面女郎还不如你好看呢。来人了，我去一下。哎，先生好，欢迎光临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今天过来想了解什么车型呢？是2厢车还是3厢车呢？看看3厢车。哎呦，你可真有眼光。这款车啊是品牌新出的主打款，刚到还热乎着呢。您这气场一看就压得住。你好，要不您先到旁边休息一会儿。好感受一下，全新双联屏设计，动力方面呢是4缸加48伏轻混，绝对够用。啊，不知道您是电车牌呢还是油车牌呢？我现在是电车牌。那边有个顾客。你帮我照顾一下，我走不开呀。我怎么照顾？我又不会卖车。你会的，按照你经常看到的汽车资料去介绍。拜托了，快去。谢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店里的销售少，要不然您看上哪款车，我先给您大概介绍一下。那就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。啊，那先看看这款吧。换一辆吗？不喜欢吗？这辆车是我们的经典款，畅销多年，而且容易保养。今年在安全性能上也做了升级，是一辆好车。但就算性价比高，这款车的外观也太过时了。比起车子的外观，我觉得车子的内在品质更加重要，因为毕竟坐在车里的时间比较长嘛。而且汽车体现它主人的性格，开这款车，我认为它的车主一定是一个谨慎、有内涵、成熟稳重、处事周全的人。那我告诉你，我要一款内外都好、性价比高的100万级汽车。啊，那这边看看吧。这是我们新到的8系双门轿跑车，这款车应该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。内饰和音箱设计得很到位，外观时尚，活力感十足。但是耗油量高。你介绍得很好，我现在就要了，全额付款。啊，这款车真的很值得考虑的。嗯，这是我的名片，
您考虑好了一定回来找我呀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您慢走啊。小飞，那个人要买这款车，全款付啊！你是新的销售吗？那你跟着这位是？啊，我叫任飞，沈安安是公司新招过来的销售，跟着我。我想知道刚才那位顾客他买了哪款车？他说回去考虑一下。那你真是幸运。要不是这位新员工的及时处理，我也考虑考虑。手续快一点，我急着用。好的，好的，一定。谢谢您，您慢走。我去，他写了你的名字啊！啊？不过没事儿，没人会仔细看的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做到的成绩，可能是很多销售一辈子都达不到的。你太厉害了，你怎么推销的呀？就是如实的向他推荐啊。我不管，你就是太棒了。不如你来我们公司做销售啊？我不要，那样我每天要听你8个小时的唠叨。真舒服呀！没想到我也能拥有这么温暖的家。十月，十月，十月。十月，十月，姐，你找我？你去哪儿啦？啊，我刚才下去跑步了。啊。一鸣哥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我不去了，工作太多了。你们帮我打包吧。哥，你这到底是勤奋啊，还是懒呀？都有。行了，帮我打包。
跟原来一样。好，没问题。别忙了，一起吃饭吧。昨天的资料看了吗？下午正好要开会，请你吃个饭，吃完一起碰一下资料。你开车吧，我懒得开了。回来的时候我自己打车回来，行吗？走吧。十月，我忘记给欣怡买点心了，现在去买。他们家的菠萝包和蛋挞很好吃，要不要给你带几个啊？帮我带2个蛋挞吧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十月，十月，你在干什么？安安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家餐厅还和以前一模一样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菜的味道也许早就变了。我记得我之前最爱这家的脆皮烤肉。太久没来过了，变了也正常。什么都在变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这次我们换换口味，可以吗？你为什么会进我的房间，还穿着我的鞋子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好奇，想试一下。你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进我的房间和穿我的鞋子呢？你不是说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我只是穿一下你的鞋子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就算是一家人，也要有礼貌，要相互尊重。我也有我在乎的东西，特别是我的私人物品和私人房间。请你把我的鞋脱下来，把我的鞋子脱下来。走，我们去楼下聊聊。走啊！我要和你谈谈。十月，我不是舍不得一双鞋子，如果你没有鞋子穿，我可以带你去买，或者是我其他的鞋子，如果你有喜欢的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借给你穿。但这一双鞋子是你姐夫送给我的，我很在乎，我不能借给你。
如果你这样，没有人想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没有人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是吗？你想这么说是吗？不是，你扯远了。十月，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很不合适。我们下楼谈谈。你跟别人没有区别，你最终也会嫌弃我，也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是吗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对我？我爸也是，现在连你也是这样。十月，十月。外边的新菜吃的多了，还是喜欢家常菜。你比我厉害，换做我，家常菜吃久了是会腻的。专心一点，先聊工作吧。抱歉啊。我想要做一个2线城市的市场调查，我想要知道为什么同样是2线城市，有的销量高，有的却完全没有销量。陈总曾经告诉过我，当地门店的具体情况是决定销售量的重要因素。门店不会是唯一的标准，我们还需要实地的考察一下。突然饿了，吃完饭再聊啊。你先吃，去个洗手间。喂。这是任一鸣的电话吗？请你让他接电话。你是哪位啊？我是沈安安。不好意思。沈安安是谁？我是一鸣的妻子。哦，沈安安。我是梁媛。不好意思啊，一鸣去上厕所了。我让他回来的时候回给你啊。谢谢。十月，如果你这样，没有人想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没有人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是吗？你想这么说是吗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将来组建什么样的家庭，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沈安安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，那对不起了。你在乎的所有东西，我都要拿走。十月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这想点事情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可想的呀？走吧，回家吧。可能安安姐不想让我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下午偷偷穿了姐姐的鞋子，她生气了。唉，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。安安吧，她这个人就是很爱惜自己的东西，但是她绝对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不让你回家的。行了，一个女孩子在外边不安全。走了，回家。走了走了，回家。一鸣哥，你的家也会是我的家吗？当然啊，你是安安的妹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怎么了你？没什么，就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回家，还关心我，我很开心，真的。但是
我不想再打扰安安姐了，我明天就搬出去。哎，行了，先别说这些话了啊，咱们先回去。这样，你回去啊，先给你姐姐道个歉。你姐姐是个心很软的人，她很快就消气了。行了，走，回去。一鸣哥，哎，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人爱我，会有人永远不抛弃我，不离开我吗？当然，一定会的。你去哪儿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偷偷穿你的鞋子。我小时候家里没有人管我这些，没有人告诉过我，我就习惯了。真的对不起，姐姐，你千万别把我赶出去。我发誓，我不再碰你的东西了。别把我赶出去，求你了。好了，没事。对不起。你们姐妹俩聊什么呢？你回来了？吃晚饭了吗？我吃过了。啊，但是如果有饺子的话，我还能再吃几个。冰箱里正好有，那你跟10月一起吃点，我去煮。哎，你别忙了，我去。少见啊，你竟然开始主动做饭了。这不是想让你们姐妹两个好好聊聊吗？我来服务你们。很酸吗？你用点力。今天工作很忙吗？开一天会，要不是开始早，现在还忙不完呢。哎呀，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。是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本来是想问一下10月的事情，现在没什么了。今天你的电话是梁小姐接的，她说你去厕所了，她跟你说了吗？我是梁媛，一鸣去上厕所了。那个梁媛，你是不是之前认识她呀？那天发布会，我感觉你怪怪的。为什么这么怪啊？好玩吗？好玩。你轻一点哦。好。两位美女在干什么呀？种花。种花呀？为什么要种花呀？嘿嘿。对了，老公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10月可能要在我们家多住一段时间。你让她住吧，没事的。一个人在国内也挺不容易的，我不会在意的。而且她是你妹妹啊。我看她自己都已经准备住个1年半载了吧？那倒不会，等她找到工作稳定下来，我想。没事的，你一个人照顾家也挺累的，能有个人帮你也挺好的呀。而且我过2天要出差个2、3天，有她陪着你们，我也更放心点。
去哪儿出差啊？去核算一下各门店的销售量，得去2、3个城市了。那应该挺有意思的。你们整个团队都去吗？不是，公司让我跟梁元一起去。应该也会有个助手，但是还不知道是谁。心怡，要不要爸爸帮你啊？好。来。新公司适应的怎么样？你应该问问，他们适应我适应的怎么样？果然是我看中的女人啊！一鸣在公司很多年，大家都很信任他。你这突然杀出来做他的竞争对手，大家会排挤你。作为男朋友，我是不是该偏心你一下？职场向来就是讲实力的地方，排挤我不怕，偏心没必要。我可是比你认为的还要厉害。明天穿这身衣服可以吗？听你的，辛苦了。明天早餐想吃什么呀？我这刚吃完晚饭，你就问我明天想吃什么？生活不就是1日3餐吗？家常菜吃久了是会腻的。也对啊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简简单单的，吃什么都行，只要你别太累。我不累。明天你做什么我吃什么。我先睡了。早啊。早。经常来这儿吗？偶尔。你结婚几年了？好几年了，女儿都好几岁了。男人像你这样，就算人生赢家了，女人却不同，真不公平。这话怎么说呀？男人要是没结婚，事业好，别人就会觉得他是一心搞事业；要是结了婚了，事业还好，那可就厉害了，家庭事业两不误。女人就完全不同了，如果一心只有事业，没结婚没恋爱，那就会被别人说是没人要的大龄剩女。要是结了婚了还想工作，那就会有人质疑了，家庭和事业真的可以两头兼顾？最惨就是那些结了婚之后马上辞职做全职太太，很快就会变成黄脸婆，过着手心朝上的日子。万一要是老公出轨，不是就什么都没了？你这话说的太消极了。其实男人女人都不容易的。我太清楚男人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才选择现在这样的生活。女人就应该多照照镜子，好好想想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走了，一会儿会议室见。根据调查显示，相比实体店，现在的消费者更愿意选择在线上购物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关闭部分的门店，集中精力搞好线上销售。一鸣，你怎么看？我同意加重线上销售，但是我不建议放弃实体店。我看过公司过去所有的运营报表，过去5年，实体店的运营成本每年都在增加，
但是销售额却在逐年下降。我们这个品牌一直是以质量和顾客体验感取胜的，有很大比例的顾客是先要到实体店去进行试穿，之后才变成网购的。阿金，把资料给大家发一下。大家看过资料之后就会明白了，其实实体店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我同意行业要进行变化，但是并不代表着要彻底颠覆以前的模式。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扬长避短，取其精华。好，我同意，按一鸣说的做。文浩、韦德，进来。我为什么没有提前看到那份资料？这是一鸣团队自己做的，不是门面提交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他们也没瞒着我们做呀。为什么不主动汇报？还有你也知道。这个你也没说，我们也不知道要汇报。以后这种调查资料必须给我做。这需要大量的数据录入分析，简单还繁琐，我们忙不过来。那就招人。哎，这可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招人呗。我说这女人太难搞了。习惯就好。我可是公司面对一个，家里又面对一个。这么惨吗？哎，咱俩得招个机灵的，至少手脚勤快一点，缓解咱俩的工作压力吧。有鉴定。喂，小飞啊，怎么办呀？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！就上次在你手上买车的那个人，他来提车了，但我漏办了个手续，他现在特别不满，点名要你过来处理。现在就要过去吗？啊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搞不好我这次工作都要丢了。行，那你等我。你呀，最近因为文浩都没心思工作。韦德，这学历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会不会招不到人呢？第一个梁经理能满意吗？不过你这招聘写的真好，年轻人做事积极，充满活力呀。实习生嘛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哦，任经理，我们写招聘广告。公司最近要招人吗？梁经理要招的。你先别动啊，拍一下。好，顺便看一眼。给谁？
10月啊。好了，忙吧。哎，太棒了，是10月呀！10月谁啊？他老婆小时候一起玩的妹妹，名校毕业，机灵可爱呀。他要是能和咱们一起工作，肯定能分担不少压力，我们就能多活好几年呢。真这么好啊？我要加人。你才来几天啊？又加人？现在这几个不够用。文浩能力很不错的，就是懒了点儿。刘伟德呢，他很擅长。说起文浩，他是一鸣的妹夫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放松，你还是一鸣的前任呢，你看我在意了吗？你知道啊，但为什么还要那么安排？因为我知道这点小事儿不会影响你在职场的发挥啊。这次我先答应你，下次再给我提要求，先摆上你的筹码。好，我会记得。林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们工作的问题给您带来了麻烦，我代表公司向您道歉。文件我们会重新准备一份，希望您签字，给我们个机会纠正错误。你觉得你这么匆匆赶过来跟我说几句对不起，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？是我们的错，就算您之后不继续签合同，或者是投诉我们，那都是您的权利。我们依然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。花的颜色是风里面唱的歌，是手心里的炙热，是扑火的恶。你留下的还在失望的勾勒，它将我反复拉扯，它是什么？悬崖边有一棵野草，渺小的长大。冬天你也会害怕吧？抬起头，大雪在身上燃烧着。